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那最近疫情比较严重啊，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出门就是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记得消毒，然后还有就是回来要洗手。那也因为疫情很严重，所以我现在所有的shopping 的活动其实都已经透过 online 了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人生的第一个爱马仕的3拼色的包包。其实我想要买3拼色的包包啊，真的非常久了，但是因为爱马仕的铁粉们应该都知道，3拼色的包包就有一点可遇不可求，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拿的是 BKC 这种经典款，3拼色基本上只会留给大户，或是你有机会做 special order 可能才有机会拿到。那因为我本人是属于就是那种小小咖或幼幼班，我觉得拿到的机会很低啦。但我今天就拿到了一个，不过它不属于热门包款。那我今天拿到这个色还蛮特别，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包啊，拿到有非常多就是热门的款式都用了这个拼色，包含了就是 Mini Kelly 啦，还有 Kelly 25、28，然后甚至就是去年相当很红的 Kelly To Go 也用了这个拼色，然后最近很流行的就是那个 Picotin 也用了这个色。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拿到的是哪个包。是迷你的那个马赛克，那这是我第一个马赛克的包包，也是我第一个3拼色的包包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拼了什么颜色。我的马赛克呢是 Epsom 皮革的，然后这边呢其实是猩红色，这边是极致粉，然后配了一个银扣。大家想说第3个颜色在哪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里面。它拼的是一个塔桑尼亚的蓝色，那我会把这个色号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然后它很特别哦，其实我觉得爱马仕家的工艺真的蛮厉害的。它的这个包包拼接啊上面其实是很顺畅，而且其实猩红色这一边它的线走的就是猩红色的线，然后在这边呢极致粉它走的这个缝线就是极致粉的颜色。那刚刚看到里面嘛。里面在这个扣子的部分呢，它走的其实也是塔桑尼亚蓝，然后加上一个红线的一个设计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连肩带都没放过。大家可能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，就是这样子。这2个肩带的正反面呢，刚好就是我的包包的2个拼色，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特别。那这就是我第一个3拼色的包包，我真的超级喜欢的。然后其实我拿到这个包包之后，我发现在加拿大的官网出现了另外一个同一个款式，另外一个拼色，我个人觉得超美的，就是它拼的是黑色跟深蓝色，然后带金扣，就是照片里面那个样子。我觉得还好，我买这个包包的时候还没看到那个包，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会陷入天人交战。但反正我已经买了这个，我就觉得无所谓。然后其实我买这个包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这包会不会非常的难配衣服。后来我自己就穿搭了一下，我发现它除了可以穿很休闲之外，它也可以穿很正式大家可以看穿搭照，我穿的是白衬衫，然后跟西装外套，其实搭起来我觉得还行还不错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那其实大家应该非常好奇，为什么我会买迷你马赛克？其实老实说，我一开始要买的不是迷你马赛克，我一开始要买的是我人生中的真爱之一，就是 Mini Constant。但去年到今年要拿到 Constant， 我个人觉得你要 VVIP 吧，不然应该都拿不到。那我这种奈米卡当然拿不到啊，所以而且我又很想要买那种就是双色包或3色包，那就更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后来发现去年很难拿包之后呢，我就在想说，那有没有很类似康康的人？那我发现有3个包很像康康。第一个就是这几年也非常红的，就是迷你狐狸小猪鼻包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包呢，就是2002。但我真心的说，我本人很没有办法 get 2002那个设计，所以2002就被我 pass 了。那小猪鼻包呢，我自己有买了一个红色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可以再试试看别的包款。然后，所以后来我就看到了马赛克。那为什么我会选马赛克呢？是我其实觉得它跟康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来看它几个跟康康很像的地方。我们先来看它的样子。我手上的这个包包是康康，那我这个包包康康呢，跟刚刚的马赛克刚好一样，它外面是 Epsom 皮，然后配的是银扣，大家可以看它的大小，我们比一下。但我发
现吗？它们两个大小有点像，然后其实如果大家看侧面会更明显。其实马赛克的包包的侧面啊是比康康更胖的，所以实际上它在容量上它比康康更能装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们两个其实它们的扣环的设计啊，我觉得也都蛮有趣的是，康康最被人家诟病的是它的这个壳非常的难开，它的壳是这样开的，压一下。那我们看下里面，它跟马赛克到底哪里像？我都做 Epson 皮嘛，里面跟马赛克一样，我这里都是 Swift 皮，然后刚好这个包是个双色包，大家可以看，它一样是有2个空间，然后加2个小的夹链的地方，一个在这里，另外一个在看一下，在这边，它在前面，但基本上主要的空间都是这2个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马赛克。我必须要说，马赛克比康康好看很多。你们要拿到马赛克啊，马赛克要开在正中间，这个你轻轻一压，它就开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马赛克的第一个优点是比康康好开，里面跟康康长得很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的主要空间一样是这2个，然后它在中间这里呢有一个夹层，这个设计是跟那个 mini hoodie 是一样的，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小的夹层。所以其实他们2个在设计上有一点点像。另外一个很像的地方，其实是这个肩带的设计。我们看一下康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康康跟马赛克这2个包，它都是用2个钉环在设计的。所以其实他们2个包包调肩带很简单，它就是2个背法。第一个背法就是大家可以看，它就是一个，就是你可以单肩背，然后或者是说呢，你把它拉成一条，你就可以斜挎背。然后其实马赛克跟康康在这个设计上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等不到康康，然后你也找不到mini hoodie 比较喜欢的颜色，其实马赛克因为它没有那么热门，所以它可以比较容易的选到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甚至可以拿到一些经典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就是马赛克。那接下来，如果大家对马赛克这个包有兴趣，我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包。这个包还蛮有趣的，它其实为什么叫马赛克呢？其实就是这个开关的地方是，它用的 inspiration 啊，其实就是法国福宝总店的地砖。我把照片放在旁边，是不是真的很像？然后它很有趣哦，马赛克它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是2个尺寸，然后它的马赛克的名字是马赛克24。为什么叫24呢？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大小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福宝总店的门牌是24号，所以它就叫做马赛克24，非常的趣味。那我拿到的这一个啊是迷你款，大家如果觉得迷你款太小，它其实有大的款式可以设计。那我这个大概是17公分左右的，然后跟迷你康康就是差不多大的。然后其实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包有兴趣，你可以看到哪些你喜欢的皮质啊跟颜色。OK，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，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3色包的系列之外呢，其实最入门款大家就是可以选的，就是一些比方说金扣一般银扣，然后加普皮的，比方说照片里面的黑色金扣。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大象灰，其实你就可以找到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，我之前其实一开始我想买的是这个金银扣，然后这个金银扣它的普皮啊其实是山羊皮，然后它带的就是我最喜欢的绿色，其实我一开始想买它的，然后但是我就考虑了，然后最后它就卖掉了。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个3拼色包包后，我就立马赶快买掉，因为我怕说我又错过它这样子。然后最近其实我发现呢，除了这些普皮之外呢，其实在官网上你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皮革。照片里面那就是特殊皮革，它是蜥蜴皮，其实它本人还蛮美的啦。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拼色很特别，也是有一点墨绿的那个颜色，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看。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在等的是康康，然后你们可以考虑马赛克呢？就是因为第一个马赛克它真的有够冷门的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可以零配，而且就是你可以有机会拿到就是你喜欢的颜色、你喜欢的扣子，然后跟你喜欢的大小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在一些热门包款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其实我自己使用之后啊，我觉得它其实比康康更好用。第一个是因为它容量比较大，然后第二个是它开关扣真的比较方便。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希望大家喜欢。